来这个Sammy也厉害不到哪去啊。哼，这就叫做强中自有强中手啊。 我还抓不到你们，是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竟敢假扮我！Sammy，我求你不要告我们，公司1分钱都没有损失。我们可以把赚到的钱全部都给你，总共有400万。对啊，你只要不告发我们，这400万都是你的。 你告发我们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说不定公司以后就不再相信你了，说你防范不严。Sammy，你烦不烦啊？跟得那么紧，回到家了，难道你怕我跑掉不成？ 你不要误会嘛，你身上带了这么多现金，我是怕万一。我宁可给人家抢，也不会给那女人的，岂有此理！还要我们给她现金？这就是他的厉害了，这样他就不会在他的账目上留下任何的证据，别人要抓他的把柄也无从下手了。啊，你现在说他厉害了，你不是说他跟他属下都是窝囊废吗？他现在那么容易就把钱都拿光了，我看窝囊废人是你呀！ 喂，你搞清楚好不好？说要把钱拿给他的人是你嘞！我不这么说，我们早就在警察局里了。当初我说要收手的，是你坚持一直要借。对呀，因为把他说的一文不值啊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吵下去了。这个时候，我看我们都需要冷静下来。我真的很不甘心，难道我们就要这样让他宰割吗？现在看来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余地了。如果不照他的话去做，他就会去告我们，到时候。 我们不仅钱没了，而且还会去坐牢哎！拿去啊，拿去啊！叶叶，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我现在还不是跟你一样，已经一无所有了。不过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我们没事的话，就一定会东山再起的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 我怕柴都烧光了，也等不到机会啊！那倒不见得。你以为 Sammy 他不贪吗？他为什么不去告发我们？他为什么叫我们把钱都拿给他？既然他也贪，那就好办了。你想把他也一起拉下水，我看没那么容易啊！现在得了300多万，还不抽身就跑，难道等你拉住他啊？一个贪婪的人，永远是不会得到满足的。 Hello， 哦 ，Sammy 啊，是的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到哪里去见你 ？OK， 我们过去会你。我们到了码头再跟你联络。好，拜。他现在在名丹岛的度假村打高尔夫球，叫我们过去会他。现在我们送钱给他，他摆什么臭架子啊？要我们把钱送过海啊？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我们也只好忍了。哼，真是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呐！大姐，你在说什么？这个讨厌女人，她死掉了吗？殷莎丽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女人呢，她抢了人家老公，那也就算了。 他连我们的妈妈在病重的时候，他都不让我们那个王八蛋爸爸见他最后一面。你说这种女人该不该死？这也太过分了！何止过分了，简直就是没有人性啊！大姐，人家都去世了，你就别再说了。好，不说。哎，柔柔啊，你有没有打电话给你三姐说等一下去拍照是啊？有啊，她说会直接去相馆见我们。那你有没有帮她租一件毕业袍，还有方帽子？ 三姐说不需要。什么不需要？她连毕业礼都不去参加，照片也不想拍啊，那像话吗？
你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大学毕业的呗？喂，大姐，你这句话很伤我啊。是你自己没有用吗？人家考试你跑去爬山做梦，那样怎么样进大学？好，那我偏偏要读一张大学文凭给你看看。洋洋啊，现在在读外国大学的函授课程。哇，小弟那么用功啊，一边当警察一边读书。那有什么办法？所以叫我活在新加坡，多读一张大学文凭，升级就快一点咯。对啊，就像我就查了，只有一张小学文凭。哎，有什么课程我可以读的吗？我要像大姐一样，活到老学到老。你要死啊！我很老吗？没有啦。差不多了，你们衣服都换好了吗？哦，我们全部都换好了，只有一个人。姐夫你好脏啊，一边捏脚一边吃花生。不会啦，怎么会脏呢？现代人呢，就是太干净了，他们身体就少了抵抗力，动不动就去看医生。人家说安脏吃安脏大吗？你看我那么多年来都不用去看医生。你不要告诉我，等一下你就这样去拍照啊！不行吗？这样很自然吗？算了。大姐，我觉得我穿这套衣服不太合适，我进去换一套。好，你去换吧。周末玲玲还没有回来啊？喂，你老婆有没有打电话回来？没有啊。喂，二姐会不会应征又失败，没脸见我们，所以迟迟不回来啊？你这样说二姐？二姐回来了。玲玲，你怎么这样迟？你们在等我啊？对啊，小弟还说一定是你找不到工作不敢回来。要死啊你！这样看衰我。难道这一次成功了？当然成功啦，我找到工作了。什么工作啊？哦，是在 COS 当销售员，下个星期就可以上班啦。这一次能找到工作，全都靠道华。关我什么事啊？你记得我那天去应征的时候，你跟一对夫妇吵架，然后你们就跌倒了。那个太太有呼吸困难，我不是跑去帮她咯，还叫个老外倒温开水给她喝。原来呀，那个老外是那间家具店的 marketing director，他今天亲自见我，还说我为人热心，欢迎我加入他们的公司咯。还有啊，我跟他说，以前我在银行被炒掉，就因为我长得丑。你们知道那个老外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 You? Ugly? How can this be? You have a model's figure and a face with such contemporary features. 他真的这样说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个老外说二姐有模特的身材，充满时代感的脸孔。二姐，你还一直说自己丑啊？说不定到洋人的国家还成为红模特呢。喂，那我这种身材，我去到非洲不是变美女？我啊，以为是那个老外要哄我开心，我就跟他说咯。Oh really? Don't you think my mom is very big? 你们知道那个老外说什么吗？ Julia Roberts' mouth is much larger than yours. Women with large mouths are very sexy. Besides, don't you Chinese have a proverb? 嘴巴大大吃这个地方。我的天啊，嘴巴大大吃是个地方。哎，人家是老外啊，能这样用啊，已经很不错啦。那他知不知道？这句话只可以用在男人的身上，女人如果嘴巴大，就只会吃穷郎。没有玲玲你才穷啊！没有玲玲你可以在这里吃花生，没有玲玲你可以在这里读武侠小说嘛。啊，我想我这次真的是遇见贵人啦，要不是这个老外，我也不会被录取的。那你这个贵人，他每个月付你多少钱？哦，除了底薪啊，还有佣金。如果勤劳的话，卖多点家私，可以赚多点钱的。切，最多还不是3、4千块钱。你有本事你赚3、4千块钱回来喽。哎呀，姐夫，二姐开心不是因为找到3、4千薪水的工作，是因为老外说她漂亮。哇，四姐，你越来越聪明了。那当然了，比你聪明哦。就是啊。好了，换好衣服了没有？换好衣服可以走了。快点啦！我看到报纸上的讣告，知道你妈妈去世了，你不要太难过，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啊。谢谢你，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会的，再见。再见。
讲好时间的。有啊。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呢？他会不会忘记啦？不会的，我昨天提醒过他。我看他应该是在半路上睡着了。算了，他不要拍就不要管他，不要等他了。大姐。哎，大姐，拍全家福少一个人很不吉利的。为什么？哎呦，拍全家福就是要拍全家所有的人，忽然间少了一个人，表示什么了？表示这个人已经不在了。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姐夫，你又夸张了。嗯，什么夸张？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啊，他经常到国外做生意，而他的老婆呢有一个怪癖，每一年11月的最后一天，总是会带全家人到相馆去拍照，拍全家福。而有一次呢，我这个朋友他来不及回国，他的太太就带几个孩子到相馆拍了少了他的全家福。结果1个月后呢，我这个朋友啊，他在国外遇到了车祸，bang，给车撞死了。怪来怪去啊，还不是怪那张人不齐的全家福。哈，那么惨呢？姐夫，你真是迷信啊！喂，难得姐夫这次迷信，没把害死人的罪名怪到政府的头上。哎，那你就错了，怪来怪去啊，还是应该怪回我们自己的政府。喂，拍不成全家福，关政府什么事啊？哎，你忘了那个时候，政府不是鼓励我们赶快长出翅膀，到国外去找机会做生意吗？而我们自己国内的机会啊，却让给了外国人。结果呢，那个时候一年到头啊，有很多人都在国外做生意工作，哪有时间回来拍全家福啊？啊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怪政府，怪谁呀？我的天哪，你真的是跟政府有仇啊！洋洋，你别听他胡说啦，他的朋友哪里是给车撞死的？他是在泰国娶了一个小老婆，干脆不回家。之后他的老婆就到处告诉人家说她老公死掉啦。姐夫你骗人。姐啊，我真的担心燕燕会在车上睡着了。柔柔，再打个电话给她吧。哦。喂，三姐，你在哪里啊？我们都在上馆等你啊。你们不必等我了，我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讲好今天拍照的吗？我临时有事啊。拍照很快的，我们等你了。你们不必等我了，我现在正要出国啊。出国？你去哪里啊？你不要管这么多了好不好？就这样了。那我跟大姐说改天再拍吧。不用了，你们要拍就拍个够吧，不要约我这一份啊。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去理你们的事啊。什么无聊的事？你不要拍就算了，我们拍我们的。大姐，不如不拍了。为什么？他不要拍，我们就跟着他一起不拍啊？不是了，姐夫说不吉利吗？什么不吉利？谁不想拍的话，现在就可以走。大姐。哎呀，这个燕燕啊，真的是不懂事啊！大姐只是想拍一张全家福带去韩国，她却把这件好事搞成这个样子。我看我们还是进去吧，要不然大姐真的会不高兴的。会不会不吉利？哎呀，静静啊，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你姐夫的话你也要相信。那我可是在放屁啊！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，不要怪我乌鸦嘴啊！少说一句啦，进去啦。喂，他人呢？怎么还没来啊？他说，他要多等10分钟左右。什么？那为什么叫我们来那么偏僻的地方？也许，他想确定有没人跟踪我们吧。怎么了？怕我们会连累他啊？还是以为我们找人来杀他呢？他这么想，也不奇怪啊。你以为他的心里就不提防我们吗？不过，在这里杀人呢，真是神不知鬼不觉。只可惜我们有一把枪。不过，不一定要有枪才能杀人的。喂，你不是讲真的吧？我心里是这么想啊，不过我没有力气罢了。我打也不一定能打过他，掐也不一定能掐死他。
我们2个人一起联手，你的力气比较大，你出手啊！喂，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你？待会儿来了之后，我会想尽办法把他引下车。你去找块石头，往后脑一敲，然后我们把他推下山坡。这个地方那么偏僻，说不定一辈子都不会有人发现的。喂，你说的可真够冷静啊！怎么了？你不敢啊？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胆量，光听我这么胡扯啊，你一定吓得屁滚尿流了。如果真的要你杀人啊，我看了你会变疯子啊！这根本就不是敢不敢的问题，而是有需要这么做吗？如果 Sammy 他答应一起跟我们合作呢，那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？这就是化危机为转机啊！那如果他根本就不理你呢？不会的。你那么肯定？我既然能在短短的时间里赚到那么多钱，那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了我有独到的眼光，我比他那基金经理都强。只要能给我控制那些钱，我就能为公司和自己赚大量的钱，这是皆大欢喜的事。他有什么理由好反对？好啊，那希望这次你的算盘打得响了。好，你们大家准备啊！大家看前面来 ，OK， 好。Hello，Sammy，钱呢？都在这里了。这里只有360万。不是说好400万的吗？你们玩我啊？我们的钱都在这里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 ？Sammy， 我们真的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，真的只有360万。其实，别说那剩下的40万。就是40万的10倍100倍，你只要给我机会，我都能给你变出来。我不知道你还是魔术师呢。不，魔术师是会骗人的，而我却可以给你变出真正的钞票，就像这360万一样，每一张都是货真价实的钞票。那你能保证每一次都能成功吗 ？Sammy， 你怎么还不相信我？你手底下那些员工，哪一些有我这样的眼光？哪一些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赚那样多的钱 ？Sammy， 你相信我，我可以为你、为我们赚100万、1000万、1亿、10亿。Sammy， 只要我们携手合作，你给我1年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就收手，开始享受世界。你以为你真的那么有本事吗？你只不过幸运罢了。如果真的听你的话，那我不是疯子吗？总之回去之后呢，你不会再有机会了。你马上给我递辞呈，24小时之内给我消失，要不然我会把你炒了。你 ，Sammy， 喂，你占了便宜就想一走了之啊？你拿了我们的钱就去共犯，你别以为你能置身事外啊！谁说我拿了你们的钱？哪里有证据啊？谁会相信你们2个小职员会有360万？我们可以去自首啊，把你也供出来。那请便，只怕你们害不到我，还要搞到自己上法庭坐牢。你们是玩不过我的。钥匙还给我，把钥匙来！你想死是吗？要死一起死！你想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看
他就晕过去了。快下去看一看啊！快点啊！哦。Sammy。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他死了！他死了！你有没有看清楚啊？你有没有看清楚啊？他满脸都是血，已经没有气了。怎么办？你说现在怎么办？你说呀！有人来了！快走！快走！怎么了？我的背包。现在不能回去，说不定警察已经过来了。如果我们发现我背包，我们就完了。现在不能回去。Hello, Sammy。嗨。我们什么时候再来打一场 golf 啊？随时都可以。OK， 我们再联络啊，拜拜。幸好啊，是他一个人在新加坡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哇，我现在累到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Sammy， 喂，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你不要这样吓我好不好？没有在吓你。你还说没有？你无缘无故喊他的名字，我还以为你看到。你以为我见到鬼了吗？我是在叫你啊！你要从现在开始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你就是Sammy Ho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知道了。燕燕，你又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应我？你是Sammy Ho，你根本就不认识莫燕燕这个人。可是这里只有你跟我啊。即使只有你跟我，你也必须把自己当成Sammy Ho。记住，莫燕燕已经掉下山坡摔死了。我死了。莫燕燕死了，那我家人呢？莫燕燕的家人当然会给莫燕燕办丧事了。啊，头真的很痛。好了好了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喝。我真的希望他们不会给那具尸体验 DNA。背包里有莫燕燕的护照和其他证件。这就足以辨认死者的身份，何必再多此一举，去验什么 DNA 呢？我最担心的倒不是这个，我怕我的家人会认出那具尸体不是我。不会的，即使你活着都没那么容易认出，更何况是死了。认尸的过程只是一瞬间，谁会盯着一具尸体看10分钟呢？况且我最近很少回家，我现在什么发型？恐怕他们也不太清楚啊。那我们就更加放心了。这么说，我永远都无法认回我的家人啊。家人在你心目中就那么重要吗？等我们利用Sammy的身份赚一笔之后，你就辞职，然后我们就远走高飞。到时候你再认回你的家人，又未尝不可啊。
那被拆穿的机会有多高啊？基本上十分安全。我对整个部门的运作过程十分了解，你不会碰到太大困难的。对下属，你继续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态度；对上司，你要见机行事。总之，只要能为公司赚到钱，你就是神，他们不会只问你的身份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明天发一封1秒回公司，请2天的紧急假。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得熟悉，比如说Sammy 的讲话语调、他的签名，还有他的客户资料、工作范围等等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真的需要休息，我真的很想睡觉。那我们明天起就开始练习吧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回家？难道你要我住在这里啊？难道你不住这里吗？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不但今天晚上要住这里，以后你都要住在这里。可是，你怕什么？我一想到 Sammy 死了，我心里还是有点毛毛的。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？不用。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记住，不要听电话，不要乱开门 ，OK？ 哇，这么多照片啊，简直就是自恋狂。喂，是你自己跌下山坡的啊，不要怨人啊。哇，这个就是她男朋友啊！喂，你呀，千万不要来找我啊！先生，几位啊？哦，我找人。请坐啊。哦。就给你一颗意大利面，外加一杯咖啡吧。好。原来是你啊！你真笨啊！人家叫你吃你就吃啊！我还怀疑自己是不是进了黑店呢。你很快就是这间黑店的老板之一了。是吗？这间店的老板是我朋友，他下个月就要移民澳洲了，所以我就叫他把店转租给我。来，我带你试试看看。来啊！这里的环境不错，生意也蛮好的。你答应过要跟我一起投资的，别反悔哦。这个嘛。别告诉我你真的要反悔，我知道你不会的。我基本上不是一个很讲信用的人。听你才怪，明明说对我很有信心的吗？可是信心是要证明的，比如说开诊所就要懂得医术，那开意大利餐厅呢，就一定要会做出好吃的意大利面，也要泡出好喝的咖啡。你以为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？我已经拜师学了2个星期，每天下班后就往这儿跑。接受魔鬼式训练，我现在能煮20多种意大利面，还会烘披萨、做馅饼呢。是吗？那我非要试试不可了。放我过来，走，让你亲眼瞧瞧，绝对没有作弊的。来，叶萍，大事情，大事情！什么事情大惊小怪？我回来的时候啊，看到思婷在咖啡座。今天是星期6啊，她不用上班，她在那边学烹饪的吗？当然啦，她租下的店在那边出现是不奇怪的。奇怪的是，还有另外一个人出现。难道是他？哎，你已经知道了？难道思婷已经接受女金刚了？哎呀，不是女金刚啊，是方医生。方医生？思婷告诉我要跟朋友合股做生意，难道就是方医生啊？是他也不奇怪嘛。思婷向来很喜欢方医生的，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就好了。哎，非但在一起哦，还手拉手嘞。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我亲耳所见，没骗你的。我讲。思婷呢，就拉着方医生的手，哇，笑得甜蜜蜜的。
那方医生呢，看着思婷，哇，也笑得软洋洋的，所以我说才是大事情嘛。如果思婷真的跟方医生在一起，那就好了。哎，那是啊。哎，不说真的，这方医生会不会年纪大了一点？怎么会呢？他又不是7老80，男人年纪大一点比较好，那才稳重有事业，而且还会疼老婆，这样子才有安全感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啊，跟我一样嘛。你会咩？哎，帮我看着店。哎，你去哪里啊？你说的好像真的一样，我要去看一下吗？哎，我要去。你那么八卦干什么？思婷也是我女儿嘛。啊，帮我关店啊。啊。身手挺不错的嘛，很有水准。谢谢。看来我不放心都不行了。这么快就下定论了？你还没试过味道呢。有时候凭感觉就知道这披萨好不好吃。你的话常常给我一种很安全的感觉，我似乎看见眼前一片光明。还记得那次进医院，闯到我天旋地转，偏偏那个 Dr. Fong 又把针给打断了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就快死了。那时候你出现了，你那时候跟我说的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是吗？那我说了什么？你问我是在读书还是工作，然后你就说读书真好，那真的是无牵无挂，自由自在，好像小鸟一样，随风飞过蓝天白云，白天过去，黑夜降临，满天的星星一闪一闪。我真的这么说？那个时候我刚从儿童病房转过来，可能我是把你当成小孩了。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啊，就好像是个天使一样的跟我讲话，我就安心安心就睡着了。哪有那么丑的天使啊？那时候我真的爱上你了，还好没有吓到你转头跑，要不然我就少了一个支持者了。我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你明天就要订婚了，我只是想考验考验你，看看你的真情指数有多高。你这小鬼！我觉得如果你能专心往这方面发展，也很好啊。你是说经营这里啊？你会不会离开银行？应该不会，这里我会请专人来打理哦。忙得过来吗？时间是自己分配的。嘿，他们在情话绵绵呢。你听到没？还是用听的吗？孤男寡女呢，不谈情要说什么？你还和他在一起吗？你说 Steven 啊？他虽然支持我开这间咖啡座，但不希望我离开银行。其实你这么聪明又能干，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啊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一定觉得我是看中他的钱，要不然怎么会跟一个那么大年纪的人在一起？那也没错啊。不过，不只是那么简单，他对我很好，很细心，很体贴。他有时做一些事，甚至令我很感动。我觉得我们不必被一些世俗的观念所左右，只要大家在一起开心，对方年纪多大，是不是结婚都没有关系啊？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帮我看看我的脸上是不是沾了面粉啊？要进局了！不要看，不要看！也许是我太落伍了，我还是无法接受你的观点。没关系啦，也许等你爱上了一个女孩子，而她不是你老婆后，你就会体会到我所说的。哎，是不是很亲密？哎，走了，来。思婷真的很有眼光啊！看来方医生真的是个疼老婆的男人。这当然啦，
以后我们两个可以放心生病了。为什么？你未来女婿是医生嘛，我们可以放心生病，一直看医生不用给钱的。你神经病啊！你是不是觉得不生病很吃亏啊？有一点点了。思婷现在长大了，如果她嫁给方医生的话，就有个好归宿，那时候我的心愿就了了。哼，到时候看那个女金刚还敢不敢说我亏待思婷？怎么眼睛不舒服啊？要不要我去拿眼药水给你？不用不用，你是不是一直在背后骂我啊？我怎么舍得骂你？我疼你都来不及了。你拜托了，不要这样恶心了。我的眼皮已经挑不停，你要害我吐啊！人家说真心话，你却泼人家冷水。我也是说真心话，我拜托你，你不要这样恶心。我要留住这条命去韩国留学的。你可以放心去留学，我会帮你看店，等你回来的。等我回来？哼，那我宁可半路跳飞机啊！你回去看你的店呢，我还要关店呢。哎，我听说哦，你想去看周华健的演唱会，买不到票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样？我有2张是周华健送给我的。周华健送给你的？哎，我跟周华健很熟的嘞，他每次来新加坡都到我餐馆吃，所以每次开演唱会都会送我票的。是不是真的？你看 complimentary 啊，第1排很可能跟惠誉文芳坐在一起的。哇，这种位置真的很难买得到哦。Of course 啦，哎，怎么样？要不要一起去？我是很喜欢听周华健的歌，也很想看演唱会。那走啦。但是跟你不一样啊。小婉，为什么？诺文，你来找我呢？是啊。来，进来喝水。他来就请喝水，我来却喷我口水。谢谢，明天就麻烦你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把这里布置到漂漂亮亮，而且我会亲自下厨，包你的客人吃得开心。不用了，我跟雨杰都很忙，也很少时间筹备。我们只是打算请几个熟悉的朋友罢了，简简单单就可以了。哪里可以简简单单？订婚一辈子一次啊，一定要搞得像样一点吗？订婚？方医生，你要订婚啊？啊。哎，那恭喜你，恭喜你啊！谢谢。明天你有空过来吃啊？哦，一定。哎呀，我们真的是不打不相识哈。哎，有空闲事吗？不要打扰我们说话好不好？好，你们2个慢慢聊哈，慢慢聊哈。去。婉婉，这里有一点钱，你拿着。周末你给我钱做梦。你买东西也要钱的吗？我都说全部包在我身上了。这怎么行呢？早知道你这样，我就不来麻烦你。不要这样说嘛！其实啊，我是把你当做是我兄弟吗？不要再推来推去了，收回去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婉婉，我要回医院看病人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哎，粘水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再见。哎，再见。慢走啊。明天就要订婚，他真的很幸福。哎，真叫人感动。这么拿票？看演唱会了。你真的要去啦 ？OK， 我请你吃饭啊。哎呀，原来你跑来这里。哎呦，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不知道有多担心。最后买了东西哦，马上赶回来。你担心什么？你怕我给人家非礼啊？当然怕啦。有谁会看上我这大金刚？你看，刚才周华健跟每一个人握手，一来到我这里就 stop 了。他一定是被我这大肥婆吓到了。哎呀，你不要乱想了，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可爱了。我每次看到你这样 Q， 我都忍不住想去捏你。喂，你想做什么啊你？你不要以为请我看一场演唱会，你就可以趁机作乱啊你！哎呀，我是这样的人嘛。你看，你说你想喝东西，我就去买了啤酒，我还买了薯条，还有花生，还有很多零食。你看，我好不容易治好我的暴食症，你买这么多东西给我吃，你想害我哈？人家怕你肚子饿吗？为什么你老是认为人家是想害你的妖精这样？因为你像吗？哎呀，我很久都没有喝啤酒喽。那我们来喝，我陪你。周华健的歌啊，我全都喜欢，什么爱香水啦，爱香水，有香。明天我要嫁给你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啦。就是不喜欢花心。为什么？
不喜欢男人花心吗？你放心好了，我绝对不会花心的。你花不花心关我屁事啊！哎，有时候不是他花心，而是我自己在发花痴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喝酒 ，Cheers！ 哇，你喝得这么快！哎，来，这里还有。知道吗？20年前呢，我就是喝了3罐啤酒，而闹出人命的。你杀了人咩？我把他丢在楼梯口，差一点害死了他。你说谁？思婷咯。我就是喝醉了酒，糊里糊涂的怀了他，生下他之后又把他给丢掉，我差一点把他给害死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很少喝啤酒喽。那你今天晚上又喝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总是觉得怪怪的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寂寞，还是伤感？总之，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哦，就好像一场热热闹闹的演唱会之后，全部的人都走掉了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，孤孤单单的。爱你的人，跟你爱的人都跑掉了，都不见了。你突然间很想哭，但是却又哭不出来，因为你觉得没有理由哭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我明白了，你这种感觉叫失落。失落，只有美女才有这种感觉，因为这样人家才会关心她、爱护她吗？我这个大肥婆有什么资格啊？你当然有资格啦。那每个人都有他脆弱的时候，每个人都需要人家的关心吗？然后跟你保证，以后你再也不会伤感了，只要你不要压抑你的情绪。我其实就在你身边，我会给予你关怀，我也会时时刻刻爱护你。婉婉，有我在你身边，你将永远不再感到伤感。对我真好。I love you. I also love you. 我偶尔也做白日梦，有时候感觉还不错。心情好起来，什么都行。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变颜色。虽然我的样子不算出色，但会做好自己角色。拼命也要追求美好前途。世界上没什么